那我爸每天需要人照顾，作为女儿的我应该义不容辞。本来以为可以自由自在活着了，现在反而感觉套上枷锁，对未来的压力非常恐惧。在一起为了快乐，这样每天管着我限制我，真是受不了。你也知道我父亲的情况，当时的理解和包容哪去了？想要走下去，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承担的。其实我也很委屈的。这是一个回馈爱和自己享受爱之间的一种冲突。他们的爱情之路在哪儿呢？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60岁，来自辽宁，是一名公司职员；女嘉宾梅子51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基本把情感现在遇到的难处跟大家说了啊。我想问问两位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俩相识大约1年半吧。啊。我们在我住院的时候，他父亲正好和我在一个房间。啊。我感觉他这个人非常勤劳、孝顺。啊。第三呢，对病房的这个病友啊，也特别热情。哦。啊，需要帮忙他都帮忙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好伴侣，我就追求他了。哦。这个1年半来以后，我感觉特别好。啊，现在我们要谈婚论嫁了，走到这时候，我主动提出来说，咱们俩处了这么长时间，应该结婚了吧？啊，但是他关键时候他给我提出一个问题，让我实在接受不了啊，因为他父亲有病啊，随时需要他照顾，要把父母接过来和我一块儿住，搬过来一块儿住。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们在一起，你也是了解的我父亲这个情况。对呀。你现在又这样说。对呀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我必须得坚持我这观点，必须得带我的父母一起生活。我不反对说有时间。你这就属于不负责任的态度。所以我们就为这个问题纠缠了2个多月了，一直解决不了。你们想过没想过其他的中间的解决方案啊？我说这样是吧？送养老院，找故宫，找保姆都可以有这个方法啊。你不要这样是住在一起，把我们生活空间全挤没了啊。最严重的是几次呢？我和我哥哥，我大嫂，我们俩这个结合觉得很满意，摆了一桌宴席，家里亲属老老少少一大家全来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个电话来了，拔头就走，叫我脸面很尴尬。我大嫂当时脸面挂不下来，就是为你们招待。那我这电话是不是我父亲有病了我才走？总的来说，生活当中啊，现在就这么样。一切都是说以父母为中心，咱们俩结合，主要是咱们俩的生活。那么我不是反对说去兼顾父母的这个要求。当时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你怎么说的？海誓山盟是不是说的多好？你现在简直是变了一个人，我觉得真他是怎么说的？就像陌生。他说只要我的家人，包括因为在一个病房嘛，我父亲什么病他也是知道的，什么情况。他现在说他又没有准备，我是说过，而且你也有病，我也照顾你了，是吧？这个话我是说过，那你现在我是不等于不管呢。但是你搬过来一块住和管不管是两码事。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就不用说了。以前我这空间，朋友来了，亲戚来了，我都有法招待。如果要在一起住的话，不是您的想法是什么？父母肯定不能和我们在一块住。到养老院找个保姆，找个过工都可以吗？我自己的父亲，我来照顾不更好吗？我还放心自己的家人。所以我不同意上那儿去。再说了，你说的真的挺好的，那到那儿去不花钱呐？那你出钱呢？这钱？你这话说的不公平，为什么叫我出钱呢？你要谈起钱这个问题，我对你更不满意了。不满意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把工资卡给你了。我这个工资卡工资里的钱足够咱生活去的，剩余的钱你愿怎么花怎么，我根本不过问。那你是不是？那么我有点私房钱，你也不让我给你鼓励吗？是不是？那你以前你那些毛病你怎么不说呢？就打麻将，打麻将那是又抽烟的。我的朋友圈，我的私房钱，我有支配的权利啊。
如果钱是，假如说这个钱不在我这里，早叫你烟少抽了多少，酒少抽了，和朋友聚会少聚多少，就是朋友，整天满脑子是朋友哥们儿，为你改变了多少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什么朋友啊？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好，为我父亲花点钱心疼了。啊，这个问一下啊，您家里几个孩子啊？我还有个哥哥。还有一哥哥啊。父母跟您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呀？7、8年吧。7、8年。对，那您是之前是离异还是丧偶？是的。离异哈，就等于离婚之后就跟父母在一起住了。您呢？我是离异的。多久？我离了大约接近20年了吧。啊。哦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一直漂泊在国外、国内，就是没有固定的居所。有时候在回辽宁呢，住1、2个月，又在国外去了啊，还流浪，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。现在等于要退休了是吧？就是马上临到这个时候了，觉得要晚年生活应该轻松愉快了钱也够花的了，2人2世界经营一下2人世界，多么幸福快乐啊！但是刚才他提到钱这个事儿，我特别不满，因为你刚才主持人你可得问他哥了，我对这个心里更是满是不满。我哥怎么了？我哥？你哥哥是你家的大儿子，儿子是要孝敬父母，更应该主力。从我和你接触，花钱是我和你俩一块去，父母病了住院也是我，出钱出力都是咱们俩。好，我心里怎么能公平呢？好，别着急。您觉得跟老李相识之后，你的生活有改变吗？我感觉我变得快乐了，变得轻松了。那还可以的，是。还可以。是的。这个认识了梅子女士之后，你觉得你的生活有改变吗？确实改变很大。因为什么呢？说心里话，抽了接近30年的烟龄了，一天抽3包，自从1上啥减了半包了。厉害。酒呢？酒以前是没控制，朋友一招呼，一个电话马上就去了，有时候半夜下半夜那都是他。他那个对我照顾这点我说没法说的。我喜欢吃什么，喜欢用什么。他都是非常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说白了就是说，你跟对面这位女士相识或者相爱之后，你觉得生活质量是提高了，是吧？也改变了我很多，也改变了习惯都改变了。那也就是看来双方都不避讳说，因为这段感情，你们都在为彼此改变，而且这段感情都给你们带来了快乐或者幸福感，是不是？结婚就必须带着父母去，是吧？是，我就是这个观点。如果不带父母就不嫁。不嫁是。就是为了父母，宁可放弃这段感情，虽然放下很难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就是属于犹豫，就是我也定不下来，现在到这个阶段。两难哈，一定不能带着父母嫁，是吧？我现在特别犹豫，现在就拿不定主意。真拿不定主意。就是2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坎儿，但是。没想好应该怎么办，又都不想做出决绝的这么一个决定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听听老师们是如何建议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阿莫老师，这是个难题啊。首先，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。我觉得你们2人在一起的可能性不太大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好的感情应该是彼此互相愉悦、互相提升。但是在今天你们2人一旦谈到婚姻的时候，你们之间很多的负面的东西就表现出来了。你们2个人都有自己的各自的如意算盘，但是放在对方身上绝对就不太如意了。你要附加你的父母，你是要把对方父母剥离开你们的世界，所以你们的想法已经不是很干净、很纯粹了。所以这是我觉得你们在一起可能性不大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的问题没有办法去解除。如果你现在觉得我离不开他，暂时妥协，如果你们结合在一起，那么以后的问题会更大。所以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，就是到今天，我觉得彼此认清生活的方向，各自祝福，回归自己的世界，以后也许能找到合适的。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师指点。好，白老师怎么看？我特别理解这位女士啊，真的。一方面是想要从父母的照顾当中去获得自己的内心的平衡，还有价值感的这种满足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自己单身了这么多年，您想，您跟父母生活就7、8年，可能自己单身比这时间还要长很多，那种无助感，没有人能够去帮助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容易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能够算情投意合的男士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取舍真的是非常的痛苦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
当中你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男人他在过去的20年当中是处在一个漂浮的状态。他说他20年的单身，那么并且是在国内国外这样频繁的跑，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。那这个背后代表着什么呢？代表着这20年当中，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任，而不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代表着这20年当中，他没有真真正正的去有机会享受到家庭的2人世界的那种温暖。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60岁的时候，终于有可以固定下来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，他会去特别的去要享受那种别人都曾经享受过，而他一直都没有的那种2人世界的那种温暖、轻松、愉快、浪漫，他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的。另外一个问题，对于这位先生，你有一个误区，也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个误区，就是这个人如果特孝顺父母，他一定会对婚姻的爱人也会特别的好，就是好孩子就等于好爱人，但其实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你们2位就目前来看，我比较同意阿蒙老师的那个判断，就是都没对上茬儿，就是您想要的是一个能够爱你、支持你、帮助你来去完成自己很多的情感诉求的这样的一位先生，而这位先生想要的是一个浪漫的、温馨的2人世界，更年轻化一点的人生。你们2个人要的人生是不一样的。那在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诉求下面，能不能有一个一样的生活？所以真的要好好想清楚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啊。这是用放大镜帮你们看了一下彼此的内心是怎么想的，听听涂老师怎么说。我不觉得女方是一定要结婚带着父母，这只是你的某种不安全感的一种展示。你如果真的是这辈子离不开父母，想要照顾父母，当年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跟父母住在一起，而是在离婚之后才和父母住在了一起？坦率的来说，是在你第一次离婚之后，父母才收留了你。所以你口口声声说在再一次婚姻当中一定要带着父母出嫁，其实是你不安全感的体现。而对于男方来说，我认为追求自己的自由的婚姻生活也无可厚非。但是从某个条件下来说，你不能理解他在离了婚之后，就是女方在离了婚之后的这漫长的20年，其实父母给了他所有家庭的感受，而是你是没有。你才认识他1年半2年，你就希望能够完全的占有对方，这是极其自私的。在他漫长的51年当中，你给了他多少温暖？你没有。你只认识他1-2年，但是你希望能够在自己60岁以后的再一次婚姻当中，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到所谓的2人世界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如果你们俩之间只是情投意合，不用结婚，谈谈恋爱就好。但如果你们要结婚，就必须要有志同道合。但很显然，你们志不同道不合。就像阿蒙老师所说，你们彼此的如意算盘，其实把它翻出来，其实有的时候和一些年轻人的自私想法一样可笑。你们要认清楚一个现实，很多年轻人是彼此在一起3-4年、4-5年，而只是在之前的20年彼此不相识，所以他们走在了一起。而你们是在彼此之前的50年彼此都是陌生人，你们想要走在一起，是不是应该有比年轻人更多的豁达、理解和感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谈谈恋爱就好，就甭提谈婚论嫁了，就这样。谁不是自私的呢？对呀，这个呀，人都是自私的。在结婚的过程当中，谁心里没有点小算盘呢？我恰恰认为说，2个人在谈一些问题的时候，能够开诚布公的把自己那点私心，把自己那点所谓的杂念拿出来，是有助于未来的长情的。这个没什么，所以我倒是感谢你们能来这儿，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真实的家庭关系里面就是有这样冲突。我未来20年，可能真的我要娶她，就是有一个曾经陌生的男人要住在我的屋檐下，我得伺候他，
我愿意为了娶她而付出吗？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真是爱她的，你要替她想一想，我嫁给他，我怎么能让他幸福？我觉得如果你们都为彼此想了，或许能找到一条解决的途径。是好是坏，我一直说，老师们提供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，解决问题的钥匙应该在你们自己的手里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想这个问题咱们俩怎么个解决法？总得有个办法。比如说，把父亲房搬着和咱们一块住，这样是你照顾也方便，楼上楼下穿着走，我自己生活也有空间了。我觉得还是可行的。我真心的话，我想和你俩过。我觉得牺牲一切我都值得。但是说从这个我的个性上，漂浮20年了，冷不丁这样一下子接触现实生活，我改不过来。那么这么的情况，咱以后不能解决吗？我想你看看，在这个时候你考虑考虑。行。行与不行？我觉得今天考虑。自己极致之下思考出了另外一种方式，或者叫他可接受的方式。租个门对门，或者再租一个楼上的房子，父母一套，他们一套，不在一个屋檐下，但是在物理位置上很近，方便女方去照顾，这是你想的，对是吧？对。行吧，你们自己去考虑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回吧。请关门。这算是一段这个黄昏恋情啊，想往这个婚姻生活里去走，结果碰到了女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其实，在现实问题的背后，都有很深的这个心理动因和因素，老师们都做过了一些分析和解读。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？不管是什么，还是那个希望。希望大家不要用一个所谓道德的高度来对这样的感情做一些衡量。我们尊重他们所有的一切的选择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思考之后，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请开门。再给你点警惕。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来拥抱一下吧。请亮灯吧。来，这个送给您，要保湿易背湿，好好保养啊，好好照顾父母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两位请回，谢谢你们。